家好，我是 Judy， 欢迎大家再度收看589操盘笔记，让操盘人带你走向财务自由的目标。今天我们是讲形态开盘法的专业班，那今天这一集会比较精彩一点。那之前我们在初级班的时候，我们先介绍大家如何画江波图，如何看懂江波图，然后在中级班的时候告诉大家上涨的时候要怎么应对，然后在进阶班的时候告诉大家说，下跌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应对，那都是很明显的告诉你，开高或开低。那我们今天进到了这个专业班比较复杂一点，就是说，如果你遇到开高走低、开低走高的时候，我们怎么去分辨，然后怎么去做 ？OK， 请大家看一下我所为大家准备的图片。好，大家看一下哈，在专业班这边形态的开盘法这个地方一样，我们先复习一下，就是说我们对江波图这个地方要灵活的运用。那这个我所附的一个图形就是江波图，那它就是代表当天多空攻防的一个公式图。那最重要的是，我们在这堂课我们要注意到价的部分，就是关键的价位，包括了颈线、支撑和压力。那形的部分就是开盘的方式。那前面已经介绍了往上开、往下开。那今天介绍的是特殊盘。那时间的部分大家就知道，因为我们是玩当冲，所以每日的交易时间就固定4.5个小时。那我们把这几个重点记住以后 ，OK， 我们接下去看。那如何看懂江波图这个地方，中级班介绍过了上涨，然后进阶班介绍过了下跌。那我们这个专业班这个地方介绍特殊盘态。那特殊盘态这个地方它有分，就是说包括了一高转折、一低转折，还有一点飘高跟飘高全形。那这些对大家听起来好像觉得会有点陌生，没关系，我们常用久了大家就会了。好，首先我们看一下什么叫做一高转折。所谓的一高转折就是这个盘往上开，那接下去它就立刻往下跌。那这个地方你要去分辨，就是说它跟所谓的一高震荡有什么不一样？所谓的一高震荡是开高跌下去以后拉上来，又在平盘这样子震来震去。可是这个一高转折，它只有一个开高的机会，接下去它就下跌，下跌以后它再也回不到平盘上的话，这个就叫做一高转折。那同样的一高转折在开高以后发生几率大概有7%左右。那像我今天举这个一高转折的盘，它还是一个盘整盘。那它如果是一个趋势盘的话，那很简单，就是第一个下跌 N 可能是这样子，然后第二个不过1/2，它杀盘就出来了，它就可以杀到最低了。好，所以一高转折开出来的时候，最主要我们要先把它的 A 跟 B 的点位算出来。A 的点位就是平盘，B 的部分就是开高这一点，然后我们迅速把它算出来，然后算它的 N 型的时间。那接下去就观察它的力道，然后接下去像这个它一样是走1、2、3、4，可是它整个你一看就是其实是算一个盘整的，并没有做一个趋势盘，所以这个都是在多空力道，就是每次下杀几点，然后每次反弹有没有1/2，然后下杀有没有在破低，这些都可以看得出来。好，那所以在一高转折点这个地方来讲的话，我们的运用就是说，在前40分钟到60分钟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已经确定了开高再走低，没有再回到平盘，我们就可以定位它是一高转折盘。那转折盘完以后，我们就看它反弹的幅度。那反弹又没有过平盘以上，接下去这边的下跌幅度，我们就要用来估算第二个 N 加 N 的时候，它大概是多少的跌幅，然后把重要的时间点跟点位弄上去，那这样子你就可以比较容易的算出来。那我这边举例的不是个股，是对不起，不是指数，是个股的走势。那一样的，那在个股方面，它做法是跟指数一样，就是说，它就是一定的时间、一定的价位，但是它跟指数不一样的，就是说它并没有所谓的那些辅助线45度突破线，或是所谓的杀多高、虚拟高这些，那你就用我们教你的龙行8步那些算法。正常 N 的算法，或者是成功上涨 N 的算法，就可以算出它的目标价。好，接下去我们看一下，刚刚讲的是一高转折，那接下来讲的是一点飘高，那它跟一高转折有什么区别呢？我们再看一下哈，你看一高转折是一开高然后就下去，那一点飘高的特色是它会打一个 N， 当然现在这个 N 是大家都看出来，它有的时候会打一个失败 N， 也就是说一点飘高盘它会拖拉，一直到10点半，就是 N 加 N 的时候，你才会看得出来
它原来是往下杀的过程之中，然后它一点飘高的特色就是说，它会在10点半的时候杀到平盘附近，有可能破，有可能不破。如果破的话，这个地方几乎就已经确定是1点飘高盘，没破的时候，你可能还在考虑说，它有可能是2点高盘。所以在这个地方的时候，当你发现10点半已经杀破平盘了，反弹又不过1/2的时候，怎么办呢？这边做空单，然后接下去这个地方再做买单。那当然也不是每个1点飘高盘都这样，有的1点飘高盘它在10点半杀破平盘以后，接下去它是往上走，那个就是短线的形态了就是说它是多的，它只是中间一个就是多头趋势中间一个回档。所以我们在假设这个江波图的前提之下，我们通常还会做一个短线的分析，然后就知道今天的江波图的盘态它走法大概是怎么样。所以1点飘高盘它在开高以后发生的几率是10%，那所以你就可以知道，就是说当这种盘出现的时候，就尤其是在空方式的时候，就很容易受到国际股市的关系开高不行了，下去了反弹又不过1/2，接下去事实上在可能9点15分之前是相对强势，接下来就越走越低了。所以我们在做这个1点飘高盘，它的特色其实很简单，你只要抓这个地方，就是所谓的陌生低，当它一跌破，反弹又不过高的时候，你就站在卖方，这样你大概就知道。那你要操作的部分，因为我这个举例的是加权指数图，所以你就可以用它重要的时间点跟关键点位把它点出来。支撑价位，你看，当我们点出来支撑价位以后，我们再把时间算出来。那你看它这边的时间是有对称的，所以在下杀的过程中，比如说这边我没做，我发现反弹没有过1/2的时候，我就可以去做起跌 N 没做，我就可以去做侧幅 N。这样子听起来是不是你在做期货的部分也会相对比较容易一些呢？那个股的部分也是一样，比如说有些人一开高涨停了，接下去你发现怎么了？一路杀到跌停，那个就是1点飘高盘它的特色。所以你只要把握一个重点，第一个就是说上涨 N 型的末升低这个地方不能跌破，还有就是说在跌破过程中，如果这个 N 型的幅度1/2跌破的时候，反弹不过高的时候，就是卖点。这样的话，你就可以不会一路就是说，从涨停杀到跌停，中间都没有任何感觉了。好，接下去我们再看一个特殊盘，叫做飘高全形。通常飘高全形跟1点飘高盘很喜欢，就是接连两个时间点，就是前一个交易日跟后一个交易日做配合。那飘高全形它其实是一个多方格局里面的回档，它跟1点飘高盘不同的地方就是1点飘高盘是不是走一个 N？ 那飘高全形它会走一个 N 加 N， 然后这个就等于1、2、3、4走完以后就往下杀。那飘高全形你常常没办法画得很清楚的时候，是因为它这个地方有个失败 N， 也就是说它拖到11点左右的时候，你才发现说，它是个失败 N， 接下去它就下杀。但是通常我已经说过，飘高全形它其实是一个多方的回档，所以通常它隔天又很容易又开高了，大概就是这样的情形。那这种在指数的部分不常发现，可是在个股的部分常常发现，就是大家每次会学的，我数了1、2没了，或者我数了1、2、3没了，因为它后面是个失败 N。讲简单一点，我们要买，如果是真的往上涨的股票，一个 N 就是应该比一个 N 高。当一个 N 比较低的时候，它有可能失败 N 或关键位置到 N 型，或者本来就是一个下杀的过程。那我们把握住这个关键点的时候，在重要的9点50分，你看了一次，发现又在10点半到11点的时候根本没过前高，你心中就应该知道，站在空方会比站在多方会相对有利。可是我已经说过了，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情，最主要还是要看力道的变化。比如说我今天1、2、3、4这边是失败 N， 可是我回档守过1/2，我上涨 N 型是不是又可以扩大了？所以很多事没有所谓的绝对，而是你要经过盘势，然后灵活的运用。好，接下去我们看所谓的一低转折盘。那这个常常大家发现就是说，股票开低以后迅速的往上做攻高的动作。那我们要做的部分就是有没有突破45度，就是我从这一段会算出一个基本波，然后接下去我会算一个45度，只要过了这个45度的话，那这个就是等于说是往上攻。然后大家看这个盘可能看不是很清楚，比如说1、2、3、4，那你说哇这边都涨停了怎么办？我要怎么去算我的形态？一样，它就是用时间的切法去切它比如说我这边是一个 N 型，然后它回档，可是它涨停，我照样画这边是回档。然后接下去又一个 N 型，然后你要用这种时间去算它，
你才会知道就是说后面怎么走。如果不然，你看有很多个股，今天涨停，明天就一开盘就跌下来，为什么？因为它已经在这个270分钟中已经完成了1、2、3、4，只是你不知道它完成，因为它是涨停板，所以说它的拉回跟上攻的价钱它已经被限制住了。可是就时间来讲，它已经完成了1、2、3、4，这也是跟大家解释说为什么很多个股今天涨停，然后明天容易开低的部分。OK， 那我今天已经简单的跟各位介绍过了，就是说4种特殊的盘态，再加上之前有跟各位介绍的上涨盘跟下跌盘，这样加起来大概已经有10几种了。那大家会说，哦，这好复杂哦，我到底要怎么运用呢？不用着急，如果你跟 Judy 一样，每天画着江波图，你去想想看，一年你至少就画了200多张江波图，10年就画了2000多张江波图，你怎么会不财富自由呢？对不对？ OK， 到了最后节目的尾声，我还是要告诉大家，赚钱本来就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，但是你学会方法以后，它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。不要嫌麻烦，凡是我们用手一笔一笔亲自的画，亲自的做，我们不需要听名牌，也不需要去看任何的东西，我们就可以安静心下来，按照自己的步骤一步一步的走，最后就会走向自己成功的目标。希望这句话勉励了我自己，也勉励了大家。OK， 到了最后的尾声，要提醒你要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而且开启你的小铃铛。那整个形态开盘法已经介绍完了，那下一个月我们见到时间波，大家准时收看，拜拜。